CIA 局长突然飞到莫斯科去，那他到底去谈什么？会牵涉到谁呢？除了美俄之间利益之外，会不会牵涉到伊朗？会不会牵涉到乌克兰？美国现在的态势就是他要赶快把伊朗这边做一个结束，那他也希望乌克兰这边早点做个结束。双方接触在各个层面，不管在军事上、情报上有各种接触。我觉得都不意外。你想想看，俄乌战争已经持续4年多了，那双方还在各个地方不断发生战斗，那美伊之间的问题也会牵涉到俄罗斯，所以搞不好过一阵子，你看到 CIA 跑去中国大陆，你大概不会太意外。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秉晨。首先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看到啊，跟中国的关系冷冰冰，日本还能够撑多久呢？现在啊，日本的驻华大使也说了大实话，说他们不看好能够借这个11月在中国举行的 APEC 首脑会议为契机改善日中关系。他说啊，没有这么乐观的情况啊，很遗憾，目前尚未看出能够与中方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好，所以在官方外交上面呢，可能呢是不太可能搭上线了。但是呢，来看到了跨党派议员呢，先成为第一个来打破僵局的这个领头羊吗？哦，这个8月24号到27号呢，日本的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要来访中了。这个代表团呢，是由自民党众议员、还有中道改革联盟的众议员以及公民党参议员组成的，被视为是日本政界试图维持对华沟通管道的一个最新行动。哦，甚至前首相之子也在列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啊，除了外交方面之外呢，他们中日之间的军事也是一触即发吗？来看到啊，最近啊，解放军啊已经研发出了可以发射空对空武器的极音速滑翔载具，可以威胁数千英里外的空中预警机、加油机，还有空中指挥所。好，不仅仅是在空中的方面来要这个压制敌军，甚至呢，在南海上面呢，他们也是加速的扩权。哦，中国是不断的在南海建设军事基地。那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了，西沙群岛的羚羊礁附近的公鸭岛上面呢，出现了个新设施。那么分析人士啊就说呢，这很可能是早期预警雷达设施的开关。那中国正在着手在此建设大规模的军事基地。好，所以因此呢，美日澳啊，现在呢也要来提防起来了。他们的联合军演呢，9月就要登场了。这个是东方之盾的联合军演，甚至呢，提丰的中程飞弹系统呢，也会来参加这一次的军演哦。好，那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鹿儿岛上面的这个提丰飞弹呢，这次就要来参加联合军演了。但是日本能够靠美国保护吗？为此啊，这个高市还对美国百依百顺，结果现在呢，被日本人自己质疑了哈，就是怎么样？美国呢之前制裁了这个日本籍的 ICC 院长啊，那对此呢，记者就问高市说，你这怎么没有提出抗议呢？难道这是日本政府对美国的态度太软弱了吗？那么高市早苗就否认啊，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是日本的网民都认为啊，高市的借口反而是暴露了日本政府的外交失败。好，但是啊，我们来看到了，川普不仅呢，可能就是压着你日本打，甚至怎么样呢？还想要跟你日韩最大的威胁北韩来打交道呢。来看到呢，川普频频的向中国还有北韩来释出善意之际，那么位在第一岛链前线的日本跟南韩呢，当然就是非常的焦虑了啊。那么日经亚洲就直接说了。说啊，面对华府可能的战略退却，那么高市早苗跟李在明，你们两国啊，赶快放下历史包袱吧，共同来拓化排除依赖美国的亚洲安全 B 计划。好，甚至川普啊，想要见金正恩，现在连非核都不提了吗？来看到川普呢，最近是疯狂的晒这个他跟金正恩的合照，这是什么样的目的啊？是希望能够双方再一次的对话，再一次的见面吗？好，甚至啊，这个南韩跟美国的这个外长通话的时候呢，
竟然公布的会谈记录里面都没有提到朝鲜半岛要无核化，这难道也是对北韩在释出善意吗？好，那这个南韩他也能够接受吗？还是说这个他们就顺着川普的毛摸，你不提我也不提，这样子你就不能威胁我了？但是日本呢？日本怎么办呢？是不是又为了美国抗中，最后抗了个寂寞呢？我们先来请教彬哥。你说想要借着 APEC， 然后能够缓和中日之间的关系，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可能性，因为高市的政策没有做任何改变，甚至他一步一步的还是在往他自己的目标迈进。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不认为中方会做任何形式的让步。所以即使你看这几个月来，很多的这个日本的工商团体也好，政界的团体也好，一直不断的去访问中国大陆，想要去化解双方之间的对立的形势，可是都没有什么用。也不是说中国大陆对这一些团体不好，他一样接待这些团体，也一样有跟他们做一些沟通。可是问题的关键点还是在高市早苗个人身上。他如果没有做改变的话，中方我看是不太可能做任何的退让。所以我觉得中日之间的对峙大概就是会持续下去，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化解。那大陆当然一直不断的在发展它的新锐武器。那像这种如果是极音速的滑翔载具，又可以在空中发射这样子的武器的时候，那当然未来在战场上就会在很远的地方直接对本来在战场通常是居于2线、3线的这样空中预警机，对它进行直接的攻击。那这个如果一旦空中预警机被敌人打掉的话，那你在战场上你的能够掌握的讯息就变得非常少，那就变成被动性就增大很多。所以这个对未来解放军的敌手当然是一个不妙的消息。那至于他在鸭公岛这个地方去建这个早期预警雷达，你去看鸭公岛所处的这个羚羊礁的地理位置就知道，它离这个海南岛不算太远，然后又离越南也不算太远。那它右手边又可以去控制住这个接近菲律宾的这一块，所以它算是一个地理位置相对适中的一个地方。那中国大陆会在这个地方大兴土木去建很多的这些军事警戒设施，这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它一旦这边扩大基地的范围去建成之后，未来当然就可以在南海掌握更多的讯息。我想以后不管是菲律宾也好，或是越南也好，甚至美军也好，在南海要跟中国大陆抗衡，它的压力就会更大，这是必然，因为它的讯息很容易就被中国大陆掌握住了。那至于日本对美国，其实就算高市嘴硬说没有，我们没有做任何让步，那你相信吗？你想想看，你自己的人被美国制裁，而且美国的制裁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就美国单方面的国家利益，然后就做出这样的制裁。那你说你没有做任何让步，请问一下，你做了任何对等回应吗？你也没有啊，你不然你也去制裁美国一个人啊，你也没做这件事啊，你只是表达遗憾而已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说日本没有让步，我想日本国民自己都很难相信。那导致现在日经认为说啊，川普战略退却了，他可能要跟金正恩示好，甚至可能要对习近平示好，所以日韩现在都唇亡齿寒啊，非常危急啊，应该连成一线思考美军退却之后日韩之间的战略。我觉得日经有点一厢情愿。为什么？因为日本跟韩国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如果金正恩能够缓和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对朝鲜半岛难道是坏事吗？当然是好事啊！不要忘了，川普1.0的时候，他就真的去见金正恩，当时的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不就和缓很多？对两韩都有好处啊，对不对？所以李在明的利益根本就跟日本完全不一样，所以日本人不要自己火烧眉头就想把别人拉过来，这是毫无道理的。那至于说川普为什么不提无核化？第一个啦，就是我如果在那边还在那边鬼叫无核化，那金正恩还会理你吗？当然不会嘛，对不对？而且更重要就是，金正恩手上已经有核子武器了嘛，你觉得他会放掉吗？特别是看到伊朗被美国这样打，傻子才会放掉嘛，对不对？所以这根本是不可能，人家不可能会答应的要求嘛，所以你提出来干什么？毫无意义嘛。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大家忘记一件事吗？你美国凭什么立场去提朝鲜半岛无核化？你才刚刚准许南韩可以建核子潜艇啊，不是吗？那你还无核化什么鬼？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你看南韩也不提，
美国也不提。对，为什么？因为对美韩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化解朝鲜半岛的僵局嘛。那如果说真的能够促成这个金正恩跟川普的2次会面，这个对大家都有利啊，对朝鲜有利，对南韩有利，对美国也有利啊。川普现在在伊朗吃了苦头，他现在急于挽回面子，特别是如果能够快的话，至少消息能够先放出去，这样子能够让大家觉得说他在国际外交上还是有一手，不会像在伊朗这样搞得灰头土脸。这对川普来讲，这是他急于寻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自己把这些画面丢出来，就很明显的展现了他的意图，就是他很想跟金正恩会面。那问题是，他如此急躁的动作，那也会让金正恩同时想到，那既然你急，那我是不是可以借此机会我要求更多？一定会这样嘛？我想国际局势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金正恩跟川普什么时候会见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见面，恐怕还有得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呢，中国研发出了这个极音速的滑翔载具，这对美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吗？我们先来请教厉正杰将军。这真的是武器级的怪物哈，这个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我们通常讲说是空战空导弹是由飞机来发射，那你可不可以想象说一枚的空导弹是由飞弹来发射？那这种滑翔炸弹就是这种概念。它用什么这个当做载具呢？用譬如说东风17或者是东风27哈，这个当这个弹道飞弹打到太空之中，打到大气层的外面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它才将这个导弹发射出去。所以你看这个射程来讲的话，如果说是用东风17，因为东风17自己本身的这个射程就可以达到2400公里，如果东风27可以打到5000英里，5000英里可以说已经是到了这个夏威夷那边。如果说我弹道打到那边以后，我再将这个这个滑翔载具他讲滑翔载具，但是你把它当做一个空对空的导弹发射出去，你想看这个距离达到多远？当然，我们是从这个去年的印巴空战，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的空战讲究谁先发现谁先发射，那谁能够飞弹打得更远，谁就能够获胜所以中美两国在这个方面来讲，都积极在做研究。那美国，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提风系统就是要部署在琉球的提风系统。提风系统有2种导弹，一个是这个对地攻击的战斧型巡弋导弹，另外一个它防空的叫做标准6其实标准6它可以打的距离是402公里，其实已经很远了。你想想看，402公里也很远，但是没想到这个大陆他们发展出来的这种滑翔载具居然可以打到2700公里甚至于更远。如果用东风27打的话，可以到达5000英里打到夏威夷。那当然可以优先猎杀这个高价值的目标可是你要知道，发射这种其实代价也很高昂的，一颗导弹其实它这个代价也不便宜。你如果用东风17或东风27，它这本身的造价都是相当高昂相当贵的。那你发射出去以后，那当然要打高价值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是空中预警机或者是这个后面的加油机这种等等。那再来我讲说这个鸭公岛，你知道多可怕？这个大陆他们这个真的是基建的这个狂魔这个羚羊礁什么时候前2天才冒出一个羚羊礁，就今天又冒出一个鸭公岛。羚羊礁从田岛造陆，你知道它虽然说长度讲是6公里他们盖了一个跑道，3公里的跑道，3公里跑道是刚好可以让轰6战机在这边起降的。那它6公里，6公里是什么概念这个羚羊礁是什么概念？比永兴岛还大。我们原来都一直认为说是永兴岛已经是这个南海里面最大一个这个吹田造岛的一个岛就没想到永兴这个羚羊礁更大。那羚羊礁从开始它吹田造陆，你知道花多少时间吗？10个月。去年才去年6月份大家才看到说有20几艘的这种吹田造陆的船开到这个羚羊礁附近，就没想到短短的10个月，它已经成型了。除了说羚羊礁之外，旁边再一个鸭公岛，所以它在这个西沙这个地方，总共现在看起来有3个，就是永兴岛、羚羊，现在应该叫羚羊岛了它已经不再是礁了，它已经要6公里。那旁边再一个鸭公岛
那为什么它在上面盖这个雷达监侦的设施？你要知道，如果说要监控整个南海来讲的话，如果说用飞机，你只要飞上去，你才可以雷达开，你才可以看得到。那我在陆地上面，如果说有一个这种远程的雷达站来讲的话，我当然24小时可以对南海来实施监视。那这个位置是巧妙在什么地方？它第一个，它距离它的三亚基地不远，可以在三亚基地的掩护之下你很难对它发动攻击。第二个来讲，这个位置刚好，如果说用远程雷达的话，刚好可以看到巴士海峡。所以巴士海峡是什么？是美军航母每次要进入南海之前，一定会通过巴士海峡。所以它这边对东边来讲的话，它可以监控巴士海峡；对西边来讲，它可以盯着这个越南的活动往南当然可以监视到整个南海。所以在地理上面有它很重要一个条件。那当然，如果说是对我们台湾来讲，我认为也会有所影响，因为我们在旁边有个岛是我们的东沙岛在旁边。那是不是它这个雷达站一盖好以后，我们所有东沙的活动都在它掌握之中？不过现在看起来，中国真的是掌握了南海大部分的这种监视能力都有了哈。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美日在南海还有插旗的空间吗？请教李大中老师。我提一下刚才所提到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ICC 因为目前国际法院的院长是赤根自子，他是第一位日本籍担任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院长他是在2024年3月份就任。那这一次美国寄出最新的制裁名单里面就有他。那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那我们知道说 ICC 它的重要性就是它是根据1998年的罗马规约所以在2002年正式成立，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20几个全世界有120几个签署国。那主要是 ICC 审判的对象不是国家，是个人，而且都是重罪。什么样的罪？比如说种族灭绝、违反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所以这几年如果大家常在国际新闻里面看到 ICC， 其实是不陌生。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以川普而言，他其 1.0 就开始在制裁 ICC 的法官跟检察官。为什么？因为当时ICC 在追溯所谓的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有可能犯下战争罪行的人，其中包括 CIA 的官员，包括美军，当然也包括阿富汗跟塔利班的政府。所以当时川普就很狠，制裁了非常多 ICC 的官员。那这一次其实川普要制裁原因很简单因为 ICC 针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加萨走廊战争期间里面所犯下的一些疑似战争罪，所以美国用这样的做法去做。那目前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ICC 总共就是18位现任法官，其中9位已经被美国制裁，美国总共制裁13位，那另外4位大概就是检察官还有这个辩护律师，总共制裁13位。那这一次其实川普要做的地方很简单，就是寒蝉效应第一个就是他在怎么讲，在抵消 ICC 的政治权威，也要求其他国家配合美国。所以高市早苗在面对媒体还有国会议员的质疑的时候，他的讲法是被人家说你太软弱，但高市所讲的地方是有我做了好多私下的沟通跟交涉，但我们不想把它公开化，而且日本向来是支持国际法律的体系但是这样的说法和这样的解释，其实部分的日本民意跟部分日本的这个政治人物还是觉得说你太软弱了。高市早苗到目前为止所表现出的那最重的一句话就是我深表遗憾，但是重点是赤根自子是日本第一位日本籍的担任 ICC 这个院长，其实有不同反响的意义在后面的。所以日本是怎么样对美国的，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啦。那至于美国现在又在打什么样的主意呢？竟然也跟俄罗斯搭上线了。来看到呢，美国神秘运输机竟然是飞抵了俄罗斯首都。那么美国媒体就说了，这个是 CIA 局长要赴莫斯科来进行会谈。好，来看到呢，这是追踪航机资讯的网站显示一架军用的 C-17运输机8月25号是飞抵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那么这个 CIA 局长呢，雷克里夫呢，
也就在这个飞机上面。那么 CBS 就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指出啊，说局长啊他是前往莫斯科去参加会议的。那么对此呢，白宫的俄宫的发言人也说了，说这个美国此次的访问态度低调啦。那他说这个是安全部门间的接触哦，就这句话就带过了，就不愿意透露进一步的细节。但是要知道，上一次 CIA 局长访俄的时候是来劝俄罗斯不要打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那这一次呢，是要来谈什么的呢？有没有可能会触及这个伊朗战争，还有其他重大地缘政治的议题呢？有没有可能是美国来求助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啊，现在呢，美伊战争已经陷入了一个僵局了，而且消息人士也说了，说啊，伊朗的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还有监控设备哦，那这造成的破坏呢，是超过了美国情报机构历来所受的同类打击。要修复的话，要花多少钱？要花数十亿美元呢。好，现在呢，这个军事上面呢，好像已经打不下去了。那么，川普寄出的经济制裁又有用吗？好，来看到贝森特就说啦，说准备要对伊朗发动经济D Day 行动，要借由这一场窒息战击败伊朗。结果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啊，他就说了，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注定失败了，那这一场经济作战也是一样，肯定会失败的。好，那既然会失败的话呢，也好，大家都先按兵不动。卢比欧就暴露啦，说，美国的战略转向可能啊是要等到期中选举之后再来谈动武，但是那个时候川普还会拥有是多数党吗？我们来看到现在川普的民调啊是直落，现在他的支持率剩下多少？33%，已经达到他的历史最低了，他的任内新低了。好，既然这个支持率这么低，选举又快到了，所以他就只好出了新招吗？好，昨天说到他有没有可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之外呢，现在呢他也朝这个选票来下手。川普今年3月就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联邦呢要编绘一份合格选民的名单，而且呢只能向名单上面的选民去寄送通讯选票。那最高法院24日裁决了支持川普的主张，为川普限制邮寄选票来扫除障碍。所以这之中呢，有没有可能就有一些可以在选票上面动手脚的空间呢？但是现在川普啊是连自家人都不挺啊，尤其是来看到共和党民这个自己都不挺他了，就是农牧州实在是太抗议了。要知道啊，川普近期推出啊暂时放宽部分进口牛肉关税，目的啊是要去压一直在上涨的牛肉价格。结果呢，来自农业州的共和党议员就警告啦，说你这样子会伤害我们美国的牧场主啊，而且这些牧场主呢都是你川普 MAGA 的选民啦所以现在川普怎么样做都不对，他现在等于根本就是四面楚歌对内对外都两面不是人所以他现在真的是要求助到莫斯科去了吗？我们来请教彬哥。对，这个现在传出来 CIA 局长突然飞到莫斯科去，那他到底去谈什么？那俄方也讳莫如深就也只是说是安全部门之间的对谈。那美国跟俄罗斯的安全部门之间要谈什么？那当然是跟美俄都有相关的事情啊。那会牵涉到谁呢？除了美俄之间利益之外，会不会牵涉到伊朗？会不会牵涉到乌克兰？我想这个所有这些可能会受到关联的国家，大概都惴惴不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他们到底在谈什么。但是我想，美国现在的态势就是他要赶快把伊朗这边做一个结束，那他也希望乌克兰这边早点做个结束。所以我觉得双方接触在各个层面，不管在军事上、情报上有各种接触，我觉得都不意外。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些类型的接触的话，你也很难把你想想看，俄乌战争已经持续4年多了，那双方还在各个地方不断发生战斗，那美伊之间的问题也会牵涉到俄罗斯，所以我想他们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去谈。所以搞不好过一阵子，你看到 CIA 跑去中国大陆，你大概不会太意外。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他们要去谈的一些事情那至于说美国在中东这个残局怎么解决？你看现在美国在中东的10几个基地都被伊朗连续炸，还不止1轮，炸了好几轮。那这些东西要修复，恐怕几十上百亿美元跑不掉。那不修复，美国在中东的势力就会严重衰退。那可是第一个要修复没有这么快，美国不但没有这么多经费，也没有这么多的
这个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修复。那这个就要考验川普，他有没有余力来去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对川普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现在在他手中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那中东这个问题，他到底要摆在第几顺位？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必须要去挣扎了。那可是对他眼前头号最重要还是怎么样去把伊朗这边做一个漂亮的结束。那他现在提出了所谓的极限经济战，那可是这个极限经济战真的会有用吗？因为这个逻辑上是很奇怪，你过去40几年用经济作战压不服伊朗，然后你现在用武力打他，人家还是没有屈服。那现在你说好，你武力不屈服，那我就扩大经济战，而且扩大到所有这些主要跟你有经济往来的这些国家，你们都给我小心一点，谁再跟他往来，我就对付你们，把自己的敌人变多了。然后呢，做的事情还是跟以前一样。如果真的有办法这样做就解决问题，你以前为什么不做？然后美国现在处的状况其实比以前还糟，为什么？不要忘了，美国以前制裁伊朗的时候，它是旁边有一大堆盟友哦，包括北约、欧盟啊这些国家，大部分的国家都配合着美国一起去制裁伊朗。现在呢？现在多数的国家是不赞成美国在伊朗进行行动了，所以他们并没有配合美国这次行动。那当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立，你的敌人反而越来越多的时候，那请问一下，这个怎么可能会成功？所以我觉得克鲁曼说的没有错啊，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幻想。但是川普自己不知道他不会成功吗？他当然知道，他们要的只是一个比较漂亮的说法，好去挽救现在他越来越糟的期中选举的形势。所以你看，卢比欧连这个，你等到选完之后再打，这种话都讲出来，这个摆明就是一种拖延战术、糊弄战术嘛。就是要大家放心，没事的，美国没有输，我们可以继续打，但是现在先不打，等选完再说。这种话术你相信吗？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他现在最伤脑筋的就是，万一期中选举一旦他共和党选得不漂亮，那他接下来施政恐怕就越来越磕磕碰碰。所以你看他现在开始出很多招数，又限制你邮寄投票，又限制这个限制那个。可是呢，他也必须在经济上做一些挽救。那你在经济上做出一些挽救的时候，第一个跟你 MAGA 过去的策略是不是相符？是不是有点自大的嘴巴？第二个，你的铁票会不会因此而流失？这都是川普在千头万绪之中必须搞定的问题。好，所以现在选举遇到了难关，所以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要派这个情报头子去俄罗斯？同俄们要再来一次了吗？我们请教李将军。CIA 这次的局长到莫斯科，这个突然一架C-17的运输机降落，他在莫斯科总共停留了时间10个小时那到底见了谁？当然现在双方既然是情报局局长，当然我们这个无从得知他见了谁或谈了些什么事情。可是如果说从俄乌战场上面的变化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俄乌战场会在今年下半年会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大的一个改变那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前半年，乌克兰用大量的无人机它那个无人机其实性能不比这个美国的战斧飞弹要差它可以打到2000公里飞到2000公里。那战斧型巡弋导弹射程也不过是2000公里，所以它虽然说速度没有战斧型巡弋导弹这么快，可它攻击破坏的效果确实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半年这个俄罗斯来讲，很多的炼油设施包括它的圣彼得堡，包括莫斯科这些城市这些炼油设施都遭到攻击。那当然，普京就引起他的大怒。你知道，普京昨天讲了一句什么话？在昨天最近，他说：“你这个泽伦斯基，你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这句话其实是很重的。另外在此同时，这个俄罗斯最新的消息，他动员了30万的后备军人。所以可见的，今年的下半年是不是这个俄罗斯准备要发动一场新的战役？因为动员了30万后备军人，然后你这个普京又说你这个打翻了潘朵拉盒子那我们知道之前的俄乌战争前面那4年大概流于一种阵地战不管是巴赫姆特、红军城，或者斯拉夫扬斯克、库比扬斯克等等，几乎都是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在那边城镇绞肉机的战争。那这次来讲，我认为说是普京是不是准备整个战略态势要改变了，从原来阵地战改成一种歼灭战那如果说改成歼灭战，那攻势势必是会更大的凌厉那在是不是美国川普有这种，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了，是不是川普也看出来这种局势，所以马上派他的 CIA 局长去跟他谈。
那谈的内容，我认为说大概不外是不是双方来讲谈一些谈判的条件，譬如说顿巴斯土地要不要割让要不要逼乌克兰投降等等这些。那另外讲说，川普现在会讲说是在经济方面要再制裁伊朗，那是不是就代表他这个在军事上面拿伊朗完全没有辙啊，才会说改采？打了半年的仗，结果现在来讲军事上面完全没辙军事上面可以看出来美军已经这个在做撤退了，现在改用经济的方式。那经济制裁，其实美国对很多国家实施经济制裁。我今天早上看一篇报道美国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全球实施的很多国家都被它经济制裁，包括到北韩，包括到伊朗，包括到伊拉克，包括到古巴。经济制裁结果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当地老百姓生活会非常的困苦。那当然，美国川普他想要借着说，我让你老百姓过了苦日子，你会起来把你们政权推翻掉。其实他一直打的是这种算盘但是问题是说，如果说从人家统计过这个，我想克鲁曼是不是也做过这种了解这个总共115次对全世界各地实施经济制裁，但是制裁结果成功的只有5次，也就是它成功率不到5%。所以我觉得你经济制裁，你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那当然伊朗老百姓会过得更艰苦了，这是可想而知的。按照今天我们知道，包括到伊朗货币我们都知道里亚尔它要202万才可以兑换1美元，可见它通膨非常的严重这个货币贬值也非常严重。可是就算是如此，你知道苦的是谁？是很苦没错。苦的是一般老百姓，苦的是一般老百姓。那你对他这些老百姓有没有可能起来？因为我过得很苦，我要推翻我现在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个政权，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不大的所以当然这个包括到之前的对伊拉克制裁也是一样，伊拉克制裁造成伊拉克联合国有统计过，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造成50万儿童因为没有医疗设施而死亡但是美国也是淡淡的一句话就带过去。那时候甚至于在联合国也都在讨论，美国要造成50万，因为它的这种制裁造成50万儿童的死亡，是不是犯了相关的人道危机或者是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等但是你又能够拿美国奈何？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套下来，你目的是什么？你目的是想要借着老百姓让他过苦日子，让他活不下去，他推翻他政权。可是试想一下，伊朗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跟美国开战打了那么久，有没有可能成功？我觉得可能成功的这个机会不大，也会反而造成伊朗，你这经济制裁反而让伊朗来讲，今天最新的一个讯息是什么？这伊朗已经发出全球的这种刺客通报这个准备对这个川普的小儿子叫拜伦准备要实施这个暗杀那会不会逼伊朗去最后走向这一步这个我觉得川普来讲可以说是军事上没辙了，才会想出这一招。而且不但是这个老百姓没有打算要推翻政权，反而是一起来讨厌美国。我们来请教李大中老师。对，我们谈一下最近这个刚刚公布的美国路透社跟这个利普所这个民调公司所做的川普民调，它支持度是33%跟上一次同样的民调公司做的是一模一样。那都说是历史低点，其实这低点也可以说，川普1.04年到现在2.0是执政大概1年又7个月，这么长时间里面也是最低点，因为1.0里面的低点33%是在2017年的12月。那如果看这份民调，还是有很多诸多的线索。简单一句来讲说，选民不满意川普的经济表现，就这么简单。第一个是反映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就打打停停，没有一个尽头。而且有80%的民众认为说，这个战争还要拖很久，老百姓其实不耐的，因为兵疲马困尾大不掉，而且陷入战争的泥沼。这一点其实从民调里面显示的，共和党支持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的比例也在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很致命的，也是川普有没有办法解决经济的难题跟一般老百姓生活，这一点民调也下降。那还有一个讯息也非常有趣，就是问老百姓，你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谁比较能够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现在共和党只有28%，那支持的认为民主党有办法的是36%，但这一题是非常吊诡，因为目前执政是共和党，所以为什么民主党的支持度会比较高？因为选民会有一种投射，目前总统处理不好，
而且他能够当选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他那时候的竞选诺言跟竞选的很多的一些政策是可以降低通货膨胀，让我们过好生活，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整个显示的就是经济议题。那还有一个小地方其实很有趣，就是川普放宽牛肉进口的价格，其实背后其实也是因为牛肉价格高，让美国老百姓没有办法有平价的牛肉可吃。没错，因为美国的通膨啊，也是非常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初这个拜登会选输的话，其实通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啦。不过我们来看到，川普对中俄朝是百般的讨好，但是对邻居加拿大呢，却是开撕了。所以现在加拿大也不忍了，在25日宣布呢，要来对美国祭出反制关税针对超过700项美国商品加征15%到50%不等的关税总额约200亿美元。这个规模跟川普新一轮对加拿大商品将加征的关税相当预计9月8号就要来生效了。而且卡尼也呛啦，说如果谈判桌上有人认为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品，认为相较于美国，加拿大产业处于劣势，认为我们会设下条款让加拿大产业长期面临逆境，我们绝对不接受这种态度。好，甚至呢，省长也说啦，说他们有很多的手段，其中一个就是什么，直接给提高电价，或者是干脆呢，向美国输送电力，就直接把它给停下来因为现在美国有150万户的家庭还有企业都是靠加拿大来供电的，好，所以他呢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手段。好，那川普是怎么回呛的呢？他又来老招了，就是改地图。我们来看到川普又在他的社群平台发文指出，由于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出现破裂了，所以美国正考虑替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好，所以每次谈不拢的话呢，我就改名这个是在这个图上面点说这个是我美国的，这个是我美国的那就连范斯也加入战局了吗？我们来听一下范斯的这段话。I would not expect that from Canada.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 That was actually an accident. Canada is a country 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好，范斯是不小心把加拿大称为是美国的一个州了啦，但是你这个时候就别来捣乱了哈。而看到美媒呢，也为美加闹翻找了一个下台阶这个霍士新闻就说了，说加拿大跟中国日益密切的贸易关系来为已经紧张的美加贸易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是因为美国官员担心来自中国或其他地方的钢铁还有铝可能就在加拿大或墨西哥来进行加工，然后就用这个加工的方式呢进入美国市场。所以呢，美国现在不是针对你加拿大啦，我们是要针对中国，所以才要来提高关税。但是省长不领情他说什么呢？说你现在怎么就可以跟习近平打得火热呢？你要去罚中国，你自己去罚我们加拿大干嘛呢？省长就说，川普，你可以去跟你的好朋友中国跟俄罗斯打交道，看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们宁愿美国跟你最亲近的朋友和盟友打交道。好，美国允许自己跟中国亲近，但是不允许其他的盟友跟中国亲近。但是确实啦，加拿大也是有一点尴尬的。怎么说呢？因为美国要求加拿大必须要建立怎么样更严格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利华府在全球关键制造业供应链中呢全面的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但是要知道中国跟加拿大能够这么的热络，也是因为这个能够从这个加拿大把商品给输入到美国，但是现在华府要祭出这么严格的措施的话呢，这条路死了之后，中国跟加拿大还能够这么的热络吗？所以卡尼有没有可能会落得两头空呢？好，那另外看到其实不仅仅是对加拿大出手而已啦，现在川普也在川习会之前呢，又出了新招，要对中国来加征7.5%的产能过剩关税。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他们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又来喊价啦，才有筹码嘛。不过呢，现在美国对北京呢也是硬起来了，尤其是在经济这方面。要把中国银行给踢出美元圈吗？这个 ZBank 的这个驻上海董事总经理就说了，说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显示其实中国呢也正在寻求分散对美元金融体系的依赖尤其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交易
运量也明显增加了。那么今年也持续成长，目前呢有210家直接参与机构，成为了一个地缘政治的避险工具。所以想把中国银行踢出美元圈啊，北京呢早就留好了后路了。甚至呢，中国现在技术不断的追赶美国，可能在2035年 GDP 就要来追平美国了吗？来看到清华的学者就说了，说中国过去经常在同技术的赛道上面，也就是所谓的渐进式技术跟美国来进行追赶，但是非常容易陷入什么追赶者陷阱，在该领域中啊，领先者就是继续领先，那追赶者难以突破。所以现在他们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呢，他们尝试用新的技术，也就是所谓的突变式技术去打破、去颠覆金融科技领域，来进行中美对抗。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有望在2035年 GDP 去追平美国。所以中国已经放弃追赶美国了，它是要直接在新的领域来创造自己的这个优势。好，那反观美国，现在是不是只会对盟友到处开刀呢？我们来请教彬哥。我想这次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冲突，本来加拿大其实是已经准备好要做部分让步，是美国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离谱，那根本基本上就是直接把加拿大主权都要拿掉一半。那在这种完全盛气凌人，然后直接把加拿大当他塞罕的这种情况下，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且，如果卡尼接受这个条件，我看他自己总理都先坐不稳，直接再见。所以卡尼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川普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嘛，他就只有跟你对抗到底，不然还能做什么选择？难道要接受川普那些离谱至极的要求吗？然后结果现在卡尼强硬起来了，我就反正你扣我$1，我就扣你$1，大家对着干。结果呢，川普气急败坏的就说：“那我要把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你改啊？不是改了又怎么样呢？改了能够改变什么？那加拿大也可以改啊，对，加拿大把它改成卡尼湖啊，就是改这个根本没有意义嘛。你实质上到底能够做什么？你看范斯刚刚那个演讲，你认为他是口误吗？我觉得他故意的，我觉得他就故意讲说啊，你加拿大就是我一个州啊，不然你是要怎样？可是我觉得美国人这种心态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你完全不把加拿大当作一个盟友，而是把它当作你的小弟，这是非常不对的。而且范斯讲那个毫无道理，说加拿大没有投注军事预算，没有去保护自己。我请问一下哈，全世界有谁要去攻击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一半以上都是这种冰川啊、这种冰原啊这些地方，那请问一下谁要去攻击它？全世界2个最有可能攻击它，一个是俄罗斯，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那俄罗斯前要攻击加拿大之前，还有一个东西帮他挡住，叫什么？叫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美国的，所以人家要打也是打你美国啊，他打加拿大到底要干什么？实际上，加拿大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军备。可是你知道吗？这几十年来，加拿大是一直跟着美国到哪里，美国打仗到哪里，加拿大就跟到哪里。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人川普跟范斯这样子去小看加拿大人，难怪加拿大现在整个国家都压起来，都觉得你欺人太甚，所以大家都赞成卡尼的决定，就是要跟你对抗到底。当然，加拿大的经济非常依赖美国，他跟美国之间关系实在太深了，所以他这样去跟美国对着干，一定会遭受重创。那美国就不会遭受损失吗？一样的啊，大家都会遭受重创啊。那问题是你川普马上就要选举了，你要知道加拿大遭受重创，至少短时间内，第一个他之前已经用$250亿做准备，第二个就是至少现在名气可用，人民愿意支持他。可是你川普的支持度只有33%，你确定你美国人愿意支持你吗？所以加拿大当然能够支撑多久是一个问题，可是你美国能够支撑多久不是问题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自己好好去想一想。那至于说他现在又要去搞跟中国大陆加征什么产能过剩税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玩这一招都没有什么用了。反正你如果玩过头了，到最后只有一个结局，习近平就不要去了嘛，就这么简单而已，就不要去就好了，因为你毫无诚意嘛。那习近平可能无所谓啊，那你川普可以接受这个损失吗？所以我觉得川普在玩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到最后只是让人家看笑话而已。
没错，川普这个每一个举动都是牵一发动全身。要知道，如果加拿大给你断电的话，哇，美国的选民呢直接就不投你了。美加关税谈判破裂是因为中国的因素吗？请教厉将军。美加这谈判一破裂哈，我比较担心的是美国小朋友今年的圣诞节可能没有圣诞老公公过来了。好，为什么？因为每年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哈都会打电话到北美防空司令部去问说是这个圣诞老人从哪里来。那我讲这段就是告诉美国哈，说你这个这如果说你加拿大在你的北边哈，那你这在对面隔个这个北极来讲，对岸就是俄罗斯。那俄罗斯通常它如果导弹要对你美国攻击的话，一定是从北极上空哦，经过加拿大达到你美国本土。所以说不是你美国在那边讲说你保护人家加拿大，如果按照地理形势来讲的话，是加拿大在前面帮你挡住俄罗斯的导弹呢。那今年来讲，如果美加两国闹翻的话，那加拿大会不会就让圣诞老人不要再从他的领空过去到你美国哈？当然，我是从之中讲这个话。当然，这个川普来讲他对付他很明显的这叫霸凌，霸凌他的同盟国。他借着自己的经济量体比加拿大大他认为加拿大必须要依赖他，所以他对加拿大这个我们这次卡尼来讲的话，他对他关税的谈判。当然很明显的关税谈判已经破裂了，所以说川普他的1001招就是这个加征关税。但是这次卡尼非常的勇敢直接应对回去。那我很佩服卡尼，为什么？如果说你跟前一任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他对美国川普是这个等于说是趴在地上，川普讲什么他百依百顺的情形来做一个比较来讲我觉得卡尼这次是非常有骨气，维护住自己国家的尊严。因为你如果说是讲说加拿大是你的第51州，这确实是对加拿大。不管是从上至总理，下至每一个国民来讲，都是一种羞辱所以说卡尼应对回去，但是美国川普他这个1002招，第一招就是关税嘛，第二招就是划国土嘛，就改名字。我们看到美国将墨西哥湾改成叫做美国湾将荷姆兹海峡划为他领土，他现在又来了，将这安大略湖这个划为他美国的，改成美国湖。那大家看到中间那条红线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那条是美加两国的国界线，它是用这个湖的中间当做这个国界线。安大略湖有多重要？安大略湖占了全世界1/10的淡水存在这个湖。那美国会不会将这个国界直接推到加拿大的岸边？那对加拿大来讲的话，就等于是侵占加拿大的领土。真的，川普真的是101招，最喜欢的就是画地图了。我们看了也很好笑。美加现在闹翻了，我们来请教雷大中老师。对，因为从川普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大概认为说，美国被加拿大占便宜占太久了所以第二次执政之后，其实对加拿大毫不手软其实展现在很多方面，也包括像在政治上、言语上有有故意羞辱加拿大。那包括这一次的谈判，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从卡尼上台之后，其实他基本上对于川普算是强硬，但是他有保留一个空间，就是不会直接批评川普保留最后谈判的这个余地。那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其实乍看起来一度外界相信说，可能会有还不错的谈判结果，因为双方都释出一些部分的讯息。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整个8月份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川普一直是高举50%的关税为他的这个磨刀霍霍，但最后还是破局就是很快时间之内破局。那破局之后，其实川普马上就说好50%，针对大概200亿美金的加大输往美国的商品不管是各式各样的来做一个制裁。那加拿大也不甘示弱，也是有1对1，也是270亿加币，也就是200亿美金。那川普还有一个后手，就是他刚宣布的，从明年1月1号开始，要针对加拿大的汽车业零件卡车，那这部分就不只是500亿，这部分不是200亿美金，是高达500亿美金左右。那这个可能会让加拿大会感受更大的一个痛。但不管如何，大家仔细看看，